然后我们同样的学佛的人，能不能够回到佛陀那个时代？现在有人提倡原始佛教，说全部都要回到佛陀那个时代去。又奇怪，这些回到佛陀时代的这些弘法的这些人士他们还坐飞机过来的。佛陀当时哪有飞机坐？佛陀当时连车都没有得坐，还没有成道的时候，太子的时候坐马车，后来都没有坐车子了。为什么呢？佛教的戒律呢，其实是不允许，因为当时的车子是用畜生马或者是牛来拉的，我们不能加重众生的这个负担嘛。甚至渡船的话呢，都横渡，也不能够说在船上面去过夜什么之类的，有很多这些规矩的。当然这些很细节的戒律，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没有办法遵守这些提倡原始佛教，要把整个佛教回到原始去，很奇怪而且呢，实际上现在流传在世间的这个经典我们虽然说是原始佛教的经典，但是呢，是不是就当时阿难尊者结集的时候读诵，然后这样传下来，在应用这个文字的时候呢，是完全一样的，也很难的。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把握的经常就是说佛法的核心我们要弘扬佛法呢，是回到佛陀的本怀不是回到原始佛教去。怎么样回到原始佛教呢？不能的。我们可以研究佛教的原始的经典我们假定这个是原始的经典，就《阿含经》，尤其是相应部或者我们所谓的杂阿含经我们可以承认它是原始的经典。但是你读它的内容的时候，不一定读得懂而且有一些内容呢，它是跟当时有一些关系，甚至当时的一些文化都有关系。你要完全用那一套来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包括这些在弘扬强调原始佛教，他生活就不是那么原始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什么呢？我们一定要了解的，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历史的名词告诉我们一个年代一个时代。但佛教它要流传的，我有时候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你们知道所有的河流它源头的水是一般上是最干净咯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马来西亚的河流我们比较，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哪一条是最大的然后我们讲说黄河，好像我们都知道了，对不对？我们都觉得那个是我们祖先最早的发源地嘛，对不对？黄河嘛你们有去过黄河吗？我们去看到的黄河都是中游下游，它都经过那个黄土高坡，然后叫做黄河，因为它夹杂着那个河沙那个黄土所以我们看到是有点污浊了。黄河的源头很干净的很干净的。我们去过黄河的干流，就是黄河那条主干河流，我们曾经上过上游，还没有经过那个黄土高坡，上游很干净的我记得我们去丙林寺的时候，好像就是到那个黄河干流那边去，然后过了那边就开始污浊了。如果我们要喝黄河的水，我们要喝干净的黄河的水，你们是不是需要到源头去拿呢？你有办法去源头拿吗？源头也是雪山那边来的，好像是什么昆仑山什么地方这样的，可能吗？不可能。但是黄河流下来了，这样的水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喝它，怎么办呢？过滤蒸馏，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佛法呢，它在流动的过程中一定会夹杂这些杂质然后我们要学纯净的佛法，你不用跑到源头去，
就这边的水，因为这个水从源头来，他们这个水质是一样的，那我们设法把这些杂染的部分处理掉，就是佛法，清净的吗？所以流传到我们现在，我们哪里需要跑到源头去？不用的。我们知道源头的原意是什么，那么流传到现在，我们怎么样去认清它，怎么样去把握它的核心通过一些技巧包括一些文献的资料，包括我们对经典的一种读诵，然后对经典的一种理解就把握住这个核心，那我们就可以引用这个法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有这样的一个明白。那后来佛教呢传了一段时间，开始有部派佛教分了开始是2个部派一个大众部，一个上座部，后来再加一个分别说部，就是属于折中派的一个比较保守一个稍微开通一些开明一些，或者是比较开明的，然后一个是折中的，然后3个部派为主，然后他们再自己分支，分到后来好像有说18还是20多，甚至有的说的更多，因为还有一些细分，那有些是把握那个主要的那你们要知道这个的话呢，那可以读这个印度佛教的历史我们济慈法师也有一本书什么法源法流的那你们可以去找来，应该我看我们这边出版社应该有你看一下它怎么分这些都是一些历史的。当然其他法师或者是一些学者也有做这个研究，但是我们可以比较直接可以看到的我们这边应该也有这个书可以供应。那么这样分到后来大乘佛教的出现，大乘佛教又有所谓的中观、唯识，还有一个如来藏不同的系统，然后最后又出现了所谓的密教，佛教就这样子流传，然后最后呢佛教呢在印度就灭亡了现在印度没有原装的印度佛教。印度的佛教，如果你们去印度佛教一些圣地去朝圣的话，也会看到很多佛教的寺院，从斯里兰卡、从泰国、从缅甸，他们反复的，还有汉传佛教的、藏传佛教的也很多，就回到印度佛教的圣地，然后去建立这个道场，然后在那边弘扬佛法。那所以原装的印度佛教基本上都没有了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过程。然后中国佛教在接受印度佛教传入的时候呢，已经那个时候部派佛教已经分了很多派了，继续在流传。然后呢，重要的中观跟唯识的思想、大乘的思想也在印度出现了，然后流传，包括如来藏的思想。到后期比较初期的这个密教也有传到中国，在唐代的时候。所以唐代呢，他们有一个部派是属于密宗的，不是现在藏传佛教的密宗是属于汉传佛教的密宗现在我们叫做唐密，因为是从唐代开始然后传承下来的这个唐密呢，现在还有一些传承那么这个传承呢，到现在还是有一些人在运作，然后还有人在修这个法。那你们这个华严42字母他们如果是唐密的，他们拼音会更准一点，他们用梵文的拼音。那我们这个已经是汉文化了它的拼音就是我们所谓汉文或者是华文的拼音。所以当这个中国接受这个印度传过来的佛教的时候呢，它是吸收各方面的。所以我们汉传佛教经典里面
有四部阿含经，四部阿含经以外，还有一些类似声闻佛教的部派佛教的这个经记啊，集了很多经典，然后流传啊，包括什么法句经啊之类的这些经典或者是寄颂。然后部派佛教的论点啊，汉传佛教经典里面也有。然后大乘佛教的初期到后期大乘佛教的这些经典跟论点都很充实的在我们汉传佛教的经典里面。然后《华严经》也现在只有汉传佛教的译本啊，南传佛教当然是没有，那藏传佛教他们也没有完整的版本。所以汉传佛教呢所收纳的这些从印度传过来的经典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很完整。不过比较后期的一些密宗，它后来都传到西藏去，因为中国佛教呢在宋代的时候还有一些翻译，到明代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翻译本了哦。所以那个年代传出来的，从印度传出来的一些经典论点，就密宗的啊，现在藏传密宗里面的那个部分是最多，而且比较完整。然后那个部分汉传佛教就没有有一部分就没有。但是汉传佛教呢，它主要是在印度佛教最兴旺的时候各个宗派都很就是在发挥他们的一种弘扬的力量的时候，那么这些经论呢都有传到中国，甚至呢其他的系统呢只有一部这个戒律，南传佛教一部戒律，藏传佛教一部戒律，汉传佛教有5部戒律，不同的这个部派他们的戒律都有传到中国。后来中国呢，我们的祖师就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叫四分律忘记了是哪一个部派的，作为戒律的核心，也成立了一个宗派叫做律宗。我们的弘一大师弘扬的就是律宗嘛，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汉传佛教它非常的多彩真正是各个系统的都有来。那么刚刚传来的时候呢，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学的过程里面发现，这部经典跟那部经典讲的有点不同，甚至有一些好像是有点相反的那怎么办呢？大家就开始在辩论咯谁的比较准，谁的就有点像部派佛教这样咯。他们也引用佛陀的经典，但有时候你引用这一本，有时候他引用那一部所以出来的这个解说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那到底谁的比较准呢？就开始辩论咯然后开始中国佛教也出现了这种局面，但是还好中国文化里面呢，辩论不是长处我们曾经有过很厉害的辩论家那些辩论家在什么时候呢？春秋战国的时代，那些都是政治人物来的在思想上宗教上的呢，我们没有多少个人会辩论。而且中国文化呢，它的核心或者是它哲学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呢，叫做圆融那么其他在印度呢，他们要辩论是因为你说这个是最准确的，他说那个是最准确的所以我们才会有了义经跟不了义经嘛谁的是最了义的所以大家就在辩论最明显的在印度呢，就是部派佛教本身在辩论，然后部派佛教后来大乘佛教出现的时候，辩论最多的就唯识跟这个中观嘛，有很多的辩论。
大家都要拿出佛陀的教学学说来告诉人家说，我现在教的，我现在讲的，或者我现在写的是最符合佛意的，所以就就近了义的，要就近的。那么这些传到中国以后呢，中国都怎么样去跟你们去分辨啊？所以而且中国文化里面好像也不太会辩论的，所以我们中国的传承里面呢，没有英明学。显通大师翻译了一些英明学的著作，后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去读，没有人去解释，没有什么人去用理论。那西方呢叫做逻辑学了，就是论理学了。那在中国没有发展。中国呢，依中国哲学的一个高度的角度来看，就讲圆融，所以呢就把佛陀传过来的经典全部接受，接受了以后呢，说这一些经典全部是佛说的，从最基本的所谓的《阿含经》，我们所谓原始的经典，到一些大乘的经典到所谓的经典里面说是讲空的这个般若系统的经典，然后还有一些各方讲大乘佛教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认为说我这个经典是最高的最圆融的《华严经》法华经，然后把这些经典呢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我们简单的一个比喻就好像说，在一个架构上面比较实体的就放一个书架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这个架子中国人放这个架子，有时候摆那些盆栽摆什么小茶壶什么这样，不是有一种架子咯？那这个架子是不是全部都是平的？不是的，图书馆的架子是一层一层的，它不是，它这边一块，这边一块，这边一块这样，类似这样的架子，我们把经典放上去，放了以后很好看，那么就是把每一部经典放在他们所谓适当的位置，这个叫判教，把经典呢放在适当的位置来判摄它。那么这样的判摄呢，就把整个佛教的架构建立起来。那天台宗最早用的很简单，他用藏通别圆，藏就是属三藏，就是声闻的三藏。通教呢，就是属于从小乘，那个时候藏教被称为小乘，从小乘通往大乘的叫通教。然后别教就是属于大乘的这个佛法了。那最后是圆教就把这个架构起来，把经典放在适当的位置。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所有的经典不用辩论你在那个位置，所以你接引的众生就是那个层次的众生。那么这样放起来呢，当然也有一些人觉得不行，怎么把我的信的经典放得那么低，比较低的叫那个位置上面希望它放得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就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哪一部经典是最圆融的华严经讲它是最圆融的，华严中判摄华严经是最圆融，天台中判摄法华经是最圆融各有各的判法。你们有兴趣的话，也读这些经，这些宗派的这个思想我那个很有趣的但是你也要在这个所谓理解上面比较敏锐，读得懂。有时候我们看这些书不一定看得懂祖师判摄了以后，祖师讲了以后，我们读完了以后还是读不懂所以现代有一些学者呢，或者现代的一些法师，他们就把它讲得比较白话一点，我们看得懂。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判摄很重要。那么到近代的时候也有这个判摄，最重要的这个判摄呢，就是
我们的太虚大师因为他认为这用旧的这种판서是属于一种哲学的架构的方式，那他们也抛开这个历史的传承，直接用他们对经典的理解来判设。那么现在这样的判设到我们现代人来学习佛法、研究佛法，你想要照这个方式也没有问题你如果是属于天台宗的，你就照天台宗的藏通别圆去用。那如果你是华严宗的，你就是用小、实、中、顿、圆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判设，然后你就把天台宗的法华经所以天台宗也叫法华宗法华宗跟华严宗他们各自的判设，你看你觉得哪一个宗派你认为很符合你的学习，你就往那个方向，那么你去接受他们的这个判设也没有问题。但是近代的人又有近代的一种理解跟说法嘛，想把佛教呢用现代的一种判设的角度来判设咯。所以太虚大师呢他就做了这个判设，很重要的五圣共法、三圣共法，或者是在上一层叫做大圣不共法。那么这个字有时候我们平常读作称它如果是这个大小圣的话一般上是念圣。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车的意思，大车小车所以大乘小乘，大车就载多人或者是大的船就载多一点人小的就载小一点人那么那些被称为小的就觉得不可以叫我们小我们比较保守一点，所以叫做长老的这个教派不是叫小乘叫长老派长老乘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比较保守的我们大乘继续叫大乘，因为叫大很开心耶被人家叫小呢比较不开心但是当时也的确在印度发生过这样的一种辩论所以大乘小乘就出现了。那后来呢就尊重了，就不再用这个小乘，但是在华严宗判设的时候还是有小、实、中、顿、圆小乘教。那么这样的一个判设呢我们现代来学习会比较困难，你也要回到这个他们的这些著作里面